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互相切断一场战争。那么在战争中间呢，很多人的思考方法是一下把对方杀死，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更多的是怎么安排好自己危险的棋。现在这里有个断点，这两只的形状也不怎么好，所以呢，走这步，这是整形的要点，把这一对棋怎么样走成相当好的形状。那么我走这个形状好了，那现在轮到你这步，你这要处理这个了，这跟这个大家的地位是相等的。那么这是很正确的下法，但是很多人呢会走这个，打一个。如果说打一个能把这个杀死，当然最好，但对方只要会下棋，肯定逃出去的。那么这里的一个断点怎么样？依然存在，是吧？还是存在啊？有些还继续走这个。哪怕再走这个，那么这两只对下面有什么帮助呢？没什么帮助，但是对朋友怎么样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所以这是很坏的下法。所以这个形状呢，要首先认识这是形状的要点，把这对棋怎么样？现在不怕打了，打你走这个打这个，把它夹掉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棋呢，现在暂时不会断掉了。那么至少自己队伍保持整齐，这个也不受到妨碍。那么这是正常的作战中正常的思考方法。这棋形状很漂亮，但这给人家一冲呢，这个形状就不好了，断点很多了。所以呢，很想把这个接上，是吧？这一接上，这个形状非常美的。现在呢，黑棋先走这个，把这个弄断，把这个角吃下来，白棋能同意吗？不能同意，所以呢，他一定冲这一段。断完了以后呢，再走这个怎么样？这角死掉了。那白棋假如走这个呢，那黑棋只要这么一打，白棋接。那这个断点不要补了，连这个断点也没有了，因为这两只给你吃掉了。那这当然非常理想。白棋假如接这个嘛，这个死掉，所以白棋呢苦苦一想呢，走出这步棋来，又能照顾到角上，又能这个棋不死。但是你走了这个呢，黑棋这一段更巧妙。这一段呢，你这样打死了，这样打也死了。那他为什么要断？为什么又说他非常巧妙呢？就我看看你白棋怎么杀。白棋假如这么杀，那黑棋这个挡下来，白棋飞得提掉，整个角怎么样？没了。那白棋当然不干了。那么白棋怎么呢？只能这样吃，这样子黑棋顺手一打，白棋提掉。那么黑棋该做的事情怎么样？还是做到了，把这个棋拉成个棍子，非常漂亮。但是角上呢，还有什么手段呢？还有这个手段，走这个，这是我们刚才摆过的手段，是吧？再打一个，走这个，接上，这个白棋像什么样子？是吧？就是黑棋利用这白棋一点点毛病，把自己棋怎么样走得整整齐齐，同时把对方的棋走得不像样。这个把棋子形状走好，是吧？你单接再快，他可能搬了，他送掉一点点，不会送掉很多。当然，你也不会只走成这样的结果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又接到了，又可以把角搞掉。现在呢，黑棋这4个字怎么样？棋子有点散。怎样把这个棋呢一下子下成非常漂亮的一个
很整齐的一个队伍啊。那现在应该说要把黑棋要考虑这个棋怎么办了。那么黑棋怎么下呢？这个加好棋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断，白棋再长一个，黑棋把出头，白棋只能走这个了，黑棋再走这个，白棋打，黑棋打，白棋提掉，黑棋补个断点，补在这里。黑棋花的代价也就4、5目棋，但是把本来零零碎碎的几个子，现在连成几乎是一根棍子，非常漂亮的一根棍子，啊，那么以后这个棋的作战，那主要的是考虑怎么进攻人家，而不是主要考虑怎么保护自己的。这个棋非常强大。啊，再看一遍。这步棋加走这个断进去非常漂亮，是吧？这个断呢，明知道这两个是要死的，但是呢，就白棋怎么样，要吃它非常累，黑棋趁机怎么样，外面一面紧气，一面把自己的棋走好了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法。大家注意，这里我先说一下，黑棋这个杀棋的方法不成立，这里有白子，所谓争子不利。那么争子不利呢，这两个死定了。你走这个怎么样？它长都可以啊，是吧？反正你争子争不掉啊。那么黑棋怎么下呢？黑棋这先断一个。你假如把它吃的太平了，它也吃一个，提掉，再一拐，这两个对杀跟这个没法杀，啊，肯定输掉的，整个一个大角给黑棋拿去了，所以呢，白棋不干，打一个，打以后呢，黑棋就拐一个，哎，我一长子，这两个子怎么样？死了。所以呢，白棋又把这个提掉了，黑棋再这么打一个，长一个，这么加一个，白棋为了保护这两子呢，就冲一个，黑棋再走这个，白棋提掉，黑棋打一个，你看，白棋的形状怎么样？很难看。黑棋的形状怎么样？很漂亮啊，这也挡到了。这里怎么样？也走了一排棋。将来呢，黑棋还有什么手段呢？还有继续有这么跨的手段，是吧？白棋冲，黑棋走这个，打一个。你假如走这个，他还能挡下。将来在这里打一个，再打一个，出大事情了。所以呢，你怎么样？一跨一打。现在先打呢，因为这个打不到了，所以他先打的时候，白棋还不能接，只能提掉。他走这个，那你看。外面的黑棋越走越强大，黑棋走来走去，所以这个棋怎么样？大概当黑棋长的时候，白棋这里有必要走一个，就不能给你跨了断，是吧？那这样本来黑棋怎么样？零零碎碎的3个子，现在一下走成这样了，啊，这是黑棋下的很漂亮的棋，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图。白棋打一个，那么这黑棋看来是起筋，对吧？因为是断掉它的。你假如接呢，第一看这是什么形状？形状不好，是吧？那么下面呢，白棋也可以马上就动手，分开来。那么现在这个黑棋没活，这个两个黑棋也没活，
这个作战呢，总比较苦的，是吧？那么黑棋有没有比较好的下法呢？黑棋这么打一个，白棋假如提掉它，黑棋再一打，白棋接，我们来看看白棋这是什么样子啊？一个饼的样子。所以呢，白棋绝对不能提的，但他常不提，希望你接了它继续战斗。但是呢，黑棋不跟你继续战斗，就把你夹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黑棋这一夹提，黑棋还有空接呢，是吧？你冲断打一下痛快，白棋一接，哎呦，这个样子特别难看。现在怎么样？再长出去，这里当然也会受到一点攻击，但是黑棋把白棋打成这样，这是够痛快的。那我们来看，这两个白棋肯定死了，这两黑棋肯定死了。那这里还有两个断点，那么黑棋怎么处理这个棋呢？我们看好了，他先断一个，趁这两个子还有2口气还有用。白棋走这呢，黑棋在，白棋真能提了，再打一个，这已经够痛快的了。黑棋很漂亮的形状，白棋怎么样？一个饼的样子，再这么一扳，头给封住了，白棋还得补一个，最后黑棋再接上。那么这两个子说实在死的也值，是吧？就是这些棋利用了这个两个子怎么样，走成很漂亮的棋子。假如水平差一点，就这么打一个，人家接上，再接上，连也连起来了。但是这个棋跟这个棋怎么样？连不起来了，遭到进攻了。你假如这样压出去逃，就会妨碍这个整块棋。刚才这个棋下成这样，是吧？我说下成这样，那么这个棋呢，因为这里能够提掉能提，这里有半个眼，这个连在一起，这个断点又不怕，因为他走这个怎么样？你可以把它夹掉的，是吧？他吃这个你可以放弃的，无所谓的，对吧？他吃这个，你也可以考虑长，他接，你走这个，他再走这个，你把它包起来，他还得吃掉，所以这个断点并不严重的。另外，争执有力，马上把它争掉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样这个棋怎么样？它一下断不开。这个棋就不是进攻的目标，而且黑棋还可以认为这块棋还不错呢，至少比你这3个子强大多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棋会处理不会处理就差很多。现在这3个黑子怎么样？好像在白棋的包围圈，唯一的出路是这里。那么这个棋怎么办呢？黑棋可以以攻以进为退，把这2个子分开来。白棋怎么样？断，黑棋也断。白棋打一个，黑棋这步好棋，明知道死还要多送一个。那么白棋真能跟下去，趁这个机会打一下，再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一打提掉，这一个眼睛做好了。这里怎么样？一走还是一个眼，这里的出路也广了，一下就这个棋怎么样处理好了。这个处理的方法，这个2个弃子，是吧？
这一搭，这是很好的下法，是吧？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图，这4个黑子，4个白子对杀。那么黑子这3口气，白棋4口气，黑棋肯定死了。但是正因为它有3口气呢，你就可以好好利用它。那么现在黑棋走着准备长气，那白棋绝对要扳下去的，不然的话这对杀就输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一段，这个要打掉，这个要闷打，所以这个呢，白棋就要思考了。那么他唯一解决办法呢是这样打一个，再打一个，再打一个，再接上。那么下面的问题解决了，上面的问题也暂时解决了。黑棋一拐，白棋难受，白棋真能拐，黑棋再加，白棋不能动了，这能紧气了，走这个，走这个，走这个，提掉。黑棋利用这几个死棋，经过对杀，走到了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这5个子是非常有用的，而且这个形状非常漂亮。那么这个长明知道是杀不过的，但是这是他一个整套的一个计划，通过对杀来把这个形状走好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等等要说，要专门讲一个，就杀到5个子啊，便宜不便宜，就看拿掉1个，拿掉2个，拿掉3个，拿掉4个，拿掉5个。那这里还有好多子没用的呢，所以白棋吃了都是吃亏的。